我付出很多了，怎么可以到这里就结束了？难道你都忘了我们过去的吗？我们有多甜蜜？为什么你都忘了你当初的承诺？为什么你说不爱了你就不爱了？那当初过去的爱又是什么呢？是不是所有的一切就都不算什么？那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那过去的我们又是什么呢？那算爱吗？爱又是什么呢？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大家好，我是 Hank。大家好，我是婷婷。今天要聊点什么？我们今天来聊一些这个叫做失恋后怎么疗伤。失恋后如何疗伤？对，那怎么失恋的有差吗？就各种吧。各种。对啊，我们也只能用我们个人的自身经验。你知道，个人自身经验其实是有限的。OK，我们并没有办法包山包海，好不好？对不对？那直接聊天嘛，闲聊嘛。对嘛？我跟你讲，我如果失恋这件事情，就是怎么个失恋法可以包山包海，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应该观世音菩萨了吗？什么？我是怎样来普度众生的？你那应该叫做千人斩。干什么？干什么？但大家都会说失恋很痛苦啊。失恋当然痛苦啊。那为什么痛苦？而且我们也不止一次陪伴，就是失婚或者是失恋的人啊。你可以感受得到他们非常的痛苦啊。那不是说我们陪伴他，我感受到他的痛苦，所以我知道那很多多痛苦，不是，而是你也曾经经历过，你明白那个的痛苦。明白。对。那身为他的朋友，你唯一能做的也就只是陪伴嘛。是。就听他聊啊，就是不然就是陪着他哭啊。对不对？你也没办法做什么，那顶多陪他喝醉嘛。对，我喝不要太醉，我把他扛回家。对啊，你有扛过你朋友回家过吗？有。我有一个朋友啊，超鸟的，他说我要喝醉，我今天一定要喝醉，我喝超醉。我说好，我陪你喝，因为他也很少说他要喝醉，结果一去想说今天可以哇超开心，这样可以玩到一个喝到烂醉，结果嘞10分钟。他给我倒下去因为他平常不喝酒，他只喝这么一点点，他就倒了。那也太弱了吧？弱毙了啊！弱毙了，而且重点是我当天晚上玩也没玩到，然后一下子就走了，然后我还要扛他回5楼。5楼没有电梯的那种太悲惨了。我觉得我人生好悲惨。好吧，不然，但是他也陪我度过很多，就是失恋的，就是你知道。很drama的时刻，drama，失恋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多理智的，有时候是断掉的。来，没听过耶稣断线吗？我吗？对啊，理智线断，你是怎么样的断法？来听听看。我没有，我不会断。你不会断？那你讲的好像你断过。我有看过很多断掉的。妈的，那你讲的好像是你断一样。我没有，我不会。我算平静的。是吗？相对平静，不是没有情绪，但是我的外在表现出来的还是平静的。那我们来形容一下你当时的情绪呢？那个状态，你为什么那个脸？就心情不好啊。你可以不用说一句那种大家都知道的话，好不好？怎么说呢？用嘴巴说，好难形容哦。试着形容，你语言能力这么强，对不对？有点害羞。为什么？就伤心嘛。有一点害羞。你在害羞什么？我们今天应该是要比较有一点点严肃，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搞的？应该要严肃的我也不晓得，反正我们每次都把很严肃的事搞得很欢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笑看人生嘛。对，人生就是要靠别的幽默，幽默的靠北 ，OK？ 对，人生不能太严肃，是不是？不然会过得很辛苦。对，来，那说一说啊。既然这样，那就你知道没什么好害羞的啊，讲来听听嘛。就伤心欲绝，1000个伤心的理由，1000个伤心的理由。分手后就是伤心嘛，基本上，因为总是觉得。
我觉得有一点那个要叫什么不舍，不舍。有没有不甘心？没有，你没有尝试过不甘心？我从来没有不甘心。为什么要不甘心？你害我差点喷水。不是，我好奇，我只是问为什么会不甘心。其实有时候会有不甘心的感受，就是那个情绪应该是说，它夹杂很多复杂的过往，譬如说，我付出很多了，怎么可以到这里就结束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还有一种是，难道你都忘了我们过去的吗？我们有多甜蜜？之类的，会有这一类的那种。为什么你都忘了你当初的承诺？为什么你说不爱了你就不爱了？那当初过去的爱又是什么呢？是不是所有的一切就都不算什么？那一切的一切都是假的？会有很多这一类的情绪啊，或者是会有很多这样子的问号出现，都很正常。我觉得，那过去的我们又是什么呢？那算爱吗？爱又是什么呢？真的啊，我一连串就可以提出一个问题，所有的问题我都可以提出。好复杂哦。它并不是有多复杂，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有心，因为我们有情，所以我们会有这么多的情绪。我觉得这些东西都非常的正常，人就会有这些东西啊，这没有什么复杂的啊。就你们这些死直男，哇，这是有什么好复杂的？可能我头脑比较简单吧，就没有那么多复杂的东西。我有时候在想啊，或许有一些人可能像你这样子的人，不是论对错，而是说你可能就是去想到的是，事情都走到这儿了，我们也只能走到这一步。那不管是在这段感情里头，不管是你想要离开，或者是我想要离开，终究来说都是必须要分开。那既然走到这了，那我再不舍也只能这样。就是你一下子就把东西看太透了，你就会少掉中间的这些起起伏伏的这些情绪。过程比较短。你是极短，极短，咻就没了。我是属于比较没有峰回路转，超没有百转千回的那个过程的。你连原地转都没有，你还峰回路转？转个屁！我也想要有一点峰回路转的，空间比较狭窄。这真的不擅长，笑死了！我真的快被你笑死。因为你的人生真的，你这个人真的是很奇妙。会吧？会啊。在哪里奇妙？不是，因为对我来说很奇妙啊，因为我们就不一样的人啊。我最记得那时候我们刚认识的时候，然后大家都很关心你，很担心你，因为那个时候你前任才刚过世没多久，每个人问你说你好吗？我都看到他们那种超级无敌关怀的眼神，然后你就还有啊，那个就把个妹就好了。我在旁边都替你这样3条线，心想说，你把别人关怀的眼神放哪里？但其实你也不是没有情绪啊。我不是没有情绪，对啊，然后你就要耍帅，就跟人家讲这一句话。也不是，就我觉得我的情绪是属于那种不会一下子就宣泄出来的那种，我的情绪会闷着，我是属于比较压抑的那种。我觉得最可怜的人是我啊，对你可怜。那你压着是要压到什么时候？没有，他就慢慢释放，慢慢释放。你有感受到他在释放吗？有啊，我对于我的某些情绪，我是比较喜欢用时间去跟他处理的。对，就是慢慢的，我也不会想要急着去处理它。你知道这个每个人呢，如何疗伤这件事情啊，其实没有答案啊。
真的没有答案。每一个人的速度不一样，方式不一样，然后对于事情的看法，尤其是对于爱情到底是什么这件事情，其实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然后尤其是就是两个人相处，也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所以这如何疗伤，其实没有答案。但唯一我们可以聊的、可以分享的那个，应该大概就是人生其实就是一段不停疗伤的过程。每个人都是。听起来超像干话的。这不是干话啊！说真的，怎么疗伤这个，你要拿碘酒来磨一磨。我想它里面的确是会有它的困难度啦，然后每个人的速度不一样，每个人的伤口也不一样。对啊，每个人的我觉得每个人，比如说同样是出轨，每一个人的那个心理的创伤跟阴影面积，有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每一个人，而且这个跟过往你可能自身的这个成长过程，也有很大的关系。对它带给你的一些伤痕或是阴影，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而再叠加上去，它也不一样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去告诉任何一个人说，哦，这样就可以了，那样就可以了，哦，你可以跟朋友出去聊聊天，哦，什么什么什么等等之类，你觉得这样就好了，什么什么什么，这根本就屁话嘛！如果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的话，我早就好不知道几百遍了，不可能，真的。所以这个其实真的只能靠自己，但唯一能告诉你的是，每个人都经历过，其实不是只有你自己一个人，对啊，这是唯一可以讲。等一下啊，每个人都经历过出轨吗？不见得吧。失恋啊，不是说出轨啊。失恋。对啊，不管什么样的方式失恋嘛。出轨只是其中一种。出轨只是其中一种啊。然后直接跟你讲也是一种，然后忽然神隐不理你了也是一种。对啊，各式各样的。这种伤难道不是伤吗？都是伤。任何的关系的结束都是一种伤啊。都是一种伤啊，对不对？那总是也是有和平和不错的分手的吧？那也是伤。也是伤。只要一段关系的结束，其实对自己来说都是一种伤痕。那为什么关系的结束会有伤痕呢？这个问题问得不错。就遇到一段新关系，你都会是很开心的吗？开心。那为什么关系结束会是伤呢？可能就是因为开始开心吧。那有没有那种开心结束了？那有没有那种结束一段关系然后很开心的那种？应该也有吧。你吧，就是你是不是你？就是在关系的时候里面，其实是觉得很折磨的那种，应该也是有啊。好不容易终于结束了，我有听过，解脱了，我有听过。然后离完婚，哇，真的是人生活过来了。有，我有听过，而且他大大的感谢律师，多少赡养费付，开心的要死。所以并不是一段关系的结束就一定会伤心嘛，但两方一定有一方伤那就代表在这个关系结束之前，其实问题也一定有很多问题了。我觉得在这个感情的过程当中啊，会不会结束？有时候在过程里头，它有一些警讯，可是我们通常都会忽略那个 hint， 我们都是把它埋起来，然后等到埋不住了，你知道。到 ending 的时候就直接炸开，炸出一个喇叭口，然后大家就各自鸟兽散这样。你失恋的时候，你最严重做了什么事？我记得我有一幕，我还记得，因为很年轻的时候嘛，我开着车去上班，然后一路上不知道放了什么歌，然后就一直在那边哭这样子，就记得这个画面而已。但伤心也没有伤心很久。因为我觉得那对他来说也是好的，他会比较开心，我觉得啦，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就在之前都会有感觉到嘛，是跟你在一起有时候会不开心或什么的，对，但你只是当他真的跟你讲要分手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么残酷的现实。还有呢，你有喝醉过吗？把自己敲得烂醉的那种？这不用失恋就可以喝得醉，不会因为失恋特别去喝醉啊，然后在那边哭吗？没有，这我不会干的事。
你没有失控过吗？你的理智线都没有断掉过？没有，你的理智线都一直在线欸。没有，真的哦，没有，从来没有。好，结束。无聊。我真的不知道理智线断线是什么感觉。我没有断线过。我断了好几次。真的。真的。那是什么感觉？失控，完全的失去控制。那你会做什么事？哇，真的很失控欸。真的。like 不能讲了是吧？可以啊，可以讲啊。我想一下我怎么，因为好几幕啊，你要听哪一幕？我有多幕剧，我都想听。反正都来了，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那都是发生在我跟第一任的时候啊。因为我就只有这一段比较长嘛，对，其他都很短。对，而且年轻的时候可能那个血气方刚。应该是说我只有这一任，我真的怎么讲呢？比较认真，然后之后我就其实都没有再管了。我最记得的是，就是我刚刚说那个喝一点点 whisky 就就直接睡觉的那一位朋友呢，他当时去日本读书然后他有一阵子就他妈暑假回来还是寒假寒假，然后以前礼拜三都有那种 ladies night，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女生进去免钱，对之类的，男生不知道要付几百块的，对，然后他就说走，我们去 18玩这样，然后我就说好，那他就叫我陪他去，我们就去了。结果在楼上呢，我就看到我第一任的哥哥，前情提要一下，他们当时是在美国读书，然后他们那个寒假也回来，结果我就在那个门口先看到他哥，我说哥哥你怎么会在这？什么，然后跟他聊天这样很开心。结果他哥不知道为什么就一副很紧张的样子，我就说好，你下去，我们等一下下去喝。我说好，我那个时候其实有感觉，但是我就一下子就过去了。我就觉得怪怪的，但我没说什么。对，反正我就跟朋友这样下去。后来我本来要不知道上楼要去找谁，我要到上楼去踏上那个楼梯的时候，迎面看着我那第一任男友，他就牵着他的新女友在我面前出现。你知道什么叫眼前一片黑吗？耳朵又来了，嗡嗡叫，眼前一片黑，然后开始有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心里想说妈的，我到底看了什么？天儿啊，这样。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直击现场，我们当时其实就是藕断丝连，然后他也没有告诉我说他交了新女友，没有，而且我当那一天在遇到他的前一天还前2天，我还跟他们全家人一起去吃饭，反正我就是眼前一片黑，然后耳朵嗡嗡叫这样，我那时候走路就有点飘飘的，我那一天呢就直接走回去我们那个 table， 桌上有什么酒我就拿什么酒喝，Long Island 啤酒什么的，我每一杯每一瓶我都把它干掉。我就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要把我自己靠到最醉的。对，我朋友吓到了，看到我 Long Island 干杯的时候说：“你等一下，你喝快点！”因为他们大家都看到了。我一直很想 hold 住我的理智线，抱歉，我年轻的时候理智线非常的薄 ，hold 不住，很薄，那条线你知道很细，很容易断掉。我就直接断。你知道后来断掉之后，我就在里面大哭。然后每一个人要抓住我，抓不住。你知道我是把所有人都挥掉，所以那个桌子都倒了。就不要碰我了，不要碰我什么的，直接就是炸开来，大哭。然后我就冲上去楼上就刚好是那个什么寿路的，什么松寿路还是反正就是很多车，我所有朋友在后面追我，要把我抓住抓不住，因为我一直把他们挥掉。这么抓吗？抓嘛，然后我就要一直跑，就我也不知道我跑去哪，但是我就是觉得我快要窒息，我快要没有办法呼吸。我觉得我如果再待在那个空间里面，跟着他们，然后看着他们2个人在我眼前拥抱、跳舞、亲密、很亲热，这样，我觉得我要死，我真的要死了，这样。然后我就一跑，他们我的朋友在后面一直追，到最后他们在5、6个人抓到我呢。
把我扑倒。然后我记得我一个朋友就这样把我压在地上，然后手就这样，就是2只手把我压住，把我压在地上，然后就一直吼叫：“可以了，你可以了，没有了，不是，你们都结束了。”反正就一直喊。8点档剧8点档，他就说：“你不要这样干，你要怎么样，我们都陪你喝，你不要这样，不要再继续上来，不要再继续。”马景涛那天晚上就这样，我就被他们扛回家。笑死，理智线直接断掉。隔天酒醒了，我冷静下来，然后在朋友家在打麻将，我的手机出现60几通未接电话，就是他打来的，就第一任打来的。我们不是都在打麻将吗？每个人都没有专心在打麻将，每个人都专心盯着那一台手机，跟盯着我。然后你敢接，你试试看。理智线直接断掉，我隔天就直接再把它粘回来。我的理智线，我的生命经验里面都没有这个内容。我有常在回想起这一幕。我朋友后来常把这一幕拿出来开玩笑。他说：“哥，你那天怎样怎样怎样，那边刁我。”但我觉得好险，我理智线断掉过。怎么说呢？那一句应该叫什么呢？叫做我的世界天崩地裂过。天崩地裂以后，也就尘埃落定，就这样，炸了个粉碎，炸的粉碎，那也就尘埃落定。所以我有曾经想过这件事，好险我有让我自己炸开，因为我炸开了，我就能冷静。我的个性是这样，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炸开来，情绪有宣泄了。对，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让这些东西炸开来，他才可以冷静下来。但我的个性，我觉得我可能就是需要这样吧。我就是需要炸得天崩地裂，然后你知道粉身碎骨，然后他后面就自己会尘埃落定。对啊，后来我就再也没有了，我就真的走了，我就头也不回了。就直接我挥霍的10年。变成一个渣女。但你知道我也在这个10年的这个历程当中，我有发现一件事情，是这一段感情的伤痕是加在我过去原生家庭给我的阴影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是我原来就恐惧的然后我原来心里面就有创伤的，然后它只是加在那上面。OK， 所以这10年，我觉得等于是所有的东西就一起聊了。就原本其实你在分手之前，其实你就很害怕某些事情了。对，我已经就有很多的恐惧，害怕另外一半离开，对，或任何人离开你的生命，是，或者是因为背叛，对，然后因为他也我们交往的过程，就是这段我们交往的时间的过程里面，他也在外面交过别的女朋友。那这个东西其实在我的原生家里面都发生过。那他也变成是我自己在感情上面的那种恐惧。所以他就会一直加在上面。其实这个恐惧不是只有这段感情带给我的，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本来就有了。所以我就在这个10年里面，我就一起聊啊，就一直探究它，然后我就一直看到自己的问题，然后我就一直让我自己，我也不是说故意在这10年里面说不想定下来或者什么，我也没有故意的，说我也真的不想，我也不是那样，只是在这段过程里面在疗伤，然后我就看到越来越多自己的创伤、自己的恐惧、自己内心里面的阴影，然后就越看越多，越探究越多的时候，在那10年里面，我必须要看清楚我自己啊。对啊，那个时间很长，就好，也不是说因为去在聊这一段感情，我觉得那个只是你知道，附加的而已啊。它并不是最主要的啦。只是这一段感情可以让我看清楚更多事情。如果没有这一段缘分的话，我可能也不见得很看得清楚。有时候是这样，他可能就是让我要看清楚我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对啊，只是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就是相当的长。其实人跟人相处就是这样，很奇妙。
真的。有时候真的是会透过跟其他人的相处，你会更理解到你自己是谁。而且你那个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都以为是这一段感情给我的那个伤害很大很大很大，所以导致我的那个当下那个心口啊，就真的很像被掐住。你要吸一口气都困难，无法呼吸。什么叫心痛的感觉？大概就是这种，就是你透不过那一口气，然后心好像是被掐住的那样。但是其实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跟我自己过去有很大的关系。对啊，我自己个人是这么看，但这也是要回头才有办法看嘛。对，你就是往回看的时候，你才能看得清楚啊。当下其实是真的不清楚的，当下没有理智了，怎么有办法看清楚？没有理智啊，你一定会去问他啊，对，你为什么你当初的承诺，首先这些东西都会一直出现，但是这都不是这些问题，我觉得。但是因为你当下你真的看不懂，你看不懂，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他到底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或是你什么这种仔细想一想，像我这样子的人啊，可能就以情绪上是非常的多的人，就回想起来人生还蛮丰富的，相当之精彩哟，就是那种很多感受，其实都有细细的去体会过。十分的精彩，完全没有放过一丝一毫。对，别人家我可以体验的都去体验。对，别人这个体验感满分，把这个人世间可以体验的所有的情绪都已经体验过一遍了。这本身是一个很富足的。富足，相当之基本上是情绪富翁来着。情绪富翁，对啊，天儿啊！可是我觉得我疗伤的过程很慢，可是也很细，不是说到一个点我就结束了，没有，我会一直下去，感受，我会一直往下一层，一直到18层，没有，不止吧？不止吧？地下18层，你知道那个一直往下探，一直往下挖，一直往下探，一直往下挖，那个真的是每一年我都在做这件事，每一年就是一定还是会有体验多了，对，一定还有很多我会继续体验的，一定有，一定会啊，对啊，然后但是前面的那些伤大概就，你知道，按部就班的，通通把它放好，列入个人历史文物。现在我觉得回过头去看，其实都蛮有趣的。对，但在当下，我相信都不是很好受了。我不是跟你说，我有大概1-2年的时间都出去喝酒，然后到半夜，那你就喝很醉，你也不会想要赶快回家，也不会。我都你知道走路回家，我那时候随身都会带那个随身听啊，然后回家的时候就一边听，然后一边走路回家，然后走路回家的过程就一边哭一边走回家这样。我听那个情歌有没有？对，听情歌，听海啊什么之类的，越这个催泪的越好。对，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再也不听中文歌，我就是不要听到一点点有人声唱歌，不要一早起来就给我靠北靠步，笑死！但我觉得那是一个过程，这就是一个过程，那是一个你要体认这个人世间有多少情感低潮或者什么的 whatever， 我总觉得那是一个每一个人都应该要体验的东西。而且我其实觉得这个疗伤啊，不能够就是疗不好，怎么疗不知道啦，就是大家的方式真的不同。但是你要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它疗好。因为唯有你疗好了，你才会遇到下一个更好的人。因为在疗好的过程，你已经把你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你一定要有一个目标，你知道吗？有个信念，你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你就相信你会遇到一个更好的人。然后再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呢，你就只会觉得说，我当时到底为什么要为了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这倒是真的。就想说他有那么好吗？他真的有这么好吗？那当下都是觉得好的啊，当下都觉得好的啦，因为会伤心，肯定就是觉得好的嘛。对，这很正常，我觉得。所以
你知道，像现在我如果去陪伴失婚啊，或是失恋的人啊，我内心其实我不会多说什么，但是我内心都期盼他们可以把这个伤疗好。因为伤如果疗不好，那接下来可能会一直让自己过得不好。把伤疗好了，你就会遇到一个更好的人。但有时候像我们现在常会遇到人，你就可以感受到他身上就是带着很多伤痕，一直不停的背负着那些伤痕在过生活。那或许他正在体验，或许他正在感受，但时间拉长了，实在是不太健康的事。我觉得伤心难免，那些画面会在你脑袋里头上演3867次，难免。可能或许做梦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梦到，然后就是你知道，像做噩梦一样就惊醒这样。我觉得这也难免，你胸口会痛，肯定，因为你有舍不得。你想要记得某些事情。对，你有舍不得，但是在这个伤口里头，其实有很多东西是你可以看得见的。你必须要在这里头看见你自己，你也必须在这里面看见别人。我有回想过当时的我们，我每次在想到那个当时的我们的时候的那个画面，我现在回头去看的时候啊，你知道那种青涩，当你在一个这么青涩的年纪谈那样子的感情，两个人都不成熟，我们都在互相伤害彼此，可是我们都不自知，你也伤害了他，他也伤害了你，我们不晓得怎么去沟通这些东西，它到底是什么，当时的我们也不懂，但经历过那一遭之后，你也得看懂嘛。假设你经历过这一招，你也没看懂什么，那你到下一段感情的时候，肯定也是这样。那如果你因此而不敢再踏入下一段感情，那你就不会知道你自己是不是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了。因为人总是希望能够有良好的关系嘛。是啊，对啊，那你一次关系的，不要说失败啦，就是不成功，总是会促使你去检讨跟思考一些事情。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每一次都在感情上面跌在同一个点上面，跌跤在同一个点上面。可是很奇妙哦，你就看他身边的那个女朋友啊，都是同一种人。所以他们在经营关系上面永远都是同一种模式。有跳入一个回圈。对，他就跳入一个回圈。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吧。有些人身上的伤痕对他来讲，他是麻的。他不知道痛。他没有感觉到痛，或者是他不想要去感觉痛。然后就麻麻的这样，视而不见，所以他就会一直陷在那个回圈里面。那也对自己不是这么的好。基本上经营关系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本身就不容易，本身其实就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因为太多变数了。我们经常啊，在一段关系里头啊，只看见自己的需求，不太能够去看见别人的需求。他就很容易真的走到那个喇叭口。非常的容易。对啊，或者只看见别人的需求，都没有看到自己的需求，有时候是这样。我有时候觉得只看见别人的需求，那个等于是自己的需求。想要照顾别人的。对，想要照顾别人，我觉得那也都不健康。对啦，有很多人就是照顾，然后照顾到最后就开始 complain 之类的。对啊，对，这样也不好啊。但到底为什么你要一直那么照顾他呢？对不对？然后再来抱怨。对。那其实就是有时候是这样，这就很没有意思啊。那你不要照顾他就好了，多让多近啊，对吧？说简单是这样，然后就会说不是啊，但是他都很需要我啊，之类的。我跟你讲，那个关键就是他在他很需要我。你知道那是有一种被需要的需求。对，应该说在这个被需要之中找到成就感。对，他就很需要我啊。哥，你要问我需不需要他啊？靠腰，你马修萌姐。很多时候，这个感情真的是最难的，是因为他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然后两个人相处，真的有时候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对啊，你很难用外界的眼光去给他一个说，哦，这个人就这样就是对的，那个人那样就是错的。我真的觉得这是超级困难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的选择啊。其实人容易在爱情里有盲点，知道吗？这当然啦，最容易，当然啦，我觉得人最容易的就是在爱情里的对，产生盲点。蜜糖度太高的时候，你知道，太甜就是会有盲点，就是因为甜美的这个关系会让你有错误的想象，或是会有错误的期待啦。我是觉得很多都是建立在错误的期待上面。
就那个歌词啊，常常会有那种爱太深，有没有爱太深这3个字？对。然后每次唱着，我都会对爱太深这3个字就糊掉了。是多深？他意思，他只有讲前面呢、就是我爱你这么深，但你却这么对我。不是都在讲这个吗？所以他其实是个抱怨的，爱太深是个抱怨。哦，爱太深是一种，但你爱的刚刚好，你不会去讲啊，你不会说我爱你爱的刚好，但那个样 vocab 不会。爱太深的意思就是说，你欠我很多，因为我爱你这么多。那你爱我深吗？哦，刚刚好的深。这一集实在是不是都在乱聊？我觉得这个题目难聊的。最难讨论的问题是在于，很多时候因为爱情所产生的伤痕，大部分时间不是关于爱情本身，爱情只是一个媒介，让你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时候去理解你自己是谁。那些伤痕其实都不是在爱情里，但当然爱情里面可能还是会有彼此伤了谁什么，但我觉得大部分的问题都还是在于过往的伤痕，跟你没有认识你自己是谁。其实前几集应该是说，我们之前其实有聊过出轨、外遇，外遇对啊，就是人为什么会外遇嘛，这一类的问题。那其实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聊的其实是这个会外遇的人，他本身除了你知道惯性外遇，但是会外遇的人，我觉得心里面的伤痕不会比较少，但就是因为你知道有缺角，才会这么的不完整嘛，我就说过了，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伤痕在伤害别人，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我们都不是完整的人，所以我们跟别人分享的情，其实都会不完整，你不会知道那是什么。那以现在这个时代来说，又速食爱情，所以更有这么多的更多伤痕，就是受伤的灵魂出现，就一直这样子循环反复着。你刚刚说的，在爱情里面受伤的那个伤痕，其实到最后看到的不会是爱情本身呢，跟爱情本身是无关的。很多时候是跟爱情无关，的确是，只是我们很少可以这样探究，我们都在爱情里头找爱情的问题。殊不知，爱情的问题一直都不是爱情本身。我觉得爱情这2个字啊，其实可以先把它摆在旁边。真的啊，通常我们都马上爱上爱情本身，根本就不是爱上那个人。对你来说，爱情是什么？我就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我不太喜欢谈恋爱啊。就是第一任过后之后，我就觉得谈恋爱好无聊哦。然后好像就只是这个爱情本身，那个费洛蒙在那边沸腾，然后沸腾完之后，觉得无聊到死，不想看到这个人。那有些人就很喜欢追求这个。那我就个人我就不是很喜欢你是或许对工作有成就感，对你还比较对啊，比较开心一点，会比较开心。但是这个跟每个人需求不一样，有些人真的就是恋爱脑，他就是需要我就不是属于轰轰烈烈的。我就没有，我就不是这种人啊。分手到底为什么会不快乐呢？不是很理解，因为我也不是分手过很多次。你还分手不够多次哦？没有啊，没有很多次。好吧。那我常常在想的是说，我们如果要能够分手后想办法疗伤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先了解为什么分手后会有伤，或者是我们分手为什么会不快乐？那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之前分手都很快乐吗？我有的分手还蛮快乐的啊。真的哦？对啊，有的啦。你们有开开心心的一起手拉手去喝酒吗？对，有的是松了一口气啊。是你松了一口气啊，人家没有啊。对，就你松了一口气，但人家没有啊。对，我觉得你这有点狠，因为你松了一口气，然后但是人家没有，但你就会觉得说那没什么。不是，没有，我只是单纯就学理上探讨，我没有学理上。就理论性的探讨。我不懂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觉得分手都会是快乐的啊。当然一定也有快乐的案例。但以现在的这个社会看起来还是比较少的。你在问的是为什么会伤心？对啊，
那我就反问你啊，就你每一次都是很快乐的吗？当然没有啊。对啊，那你记得你最伤心的是哪一段？你觉得你有感受到伤心？就是女朋友跟别人跑了吧？你那个脸看起来好像小朋友。对啊，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也曾经是小朋友啊，干嘛这样子？就女朋友跟别人跑了，对啊，然后你伤心。伤心啊。对啊，他跑了，你伤心嘛？他跑了，我伤心。是，就对了。对，然后呢？And then 你伤心很短，对不对？我伤心很短，因为你一下子就觉得对他来说也好，因为这样他比较快乐。对，因为我某个程度上还蛮希望他开心的，因为我总觉得啦，就两个人在一起，如果不开心，真的就不要勉强。而且我总觉得每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点遇到另外一半，那都是很好的缘分。在一起的每一天，如果能够开心，那是很棒。那如果到后面不开心而去分开来的话，也不错。所以你伤心个几天就好了，对，然后你也没有怨恨。没有怨恨，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在跟人家跑之前，我就已经感觉到他跟我在一起没有很开心，但不是因为我的问题，但我只是觉得他卡在某一个环境跟他目前年纪的某些需求跟欲望并没有被满足，所以我其实那时候还帮他找了蛮多不同的这个 solution， 比如说介绍其他人给他认识，后来他跑的那个就是我其中一个我介绍给他的人。朋友，对，那时候我也是觉得他们合得来嘛，就同样的可能某一些背景或是某一些想法是很接近啊。那我再问细一点，就是说你知道他们两个人非常合得来，然后他们也常常一起出去玩或者什么等等之类的，在这个过程里头，你有一点点的吃醋吗？没有，你只是觉得说他跟他在一起出去很开心，你就让他们出去玩。对啊。OK， 然后你知道他们在一起了，然后是他跟你提分手的吗？他跟我提分手的。OK， 那他有诚实的告诉你说他已经跟他在一起了吗？有。然后你也没有伤心？有啊，有伤心啊，但我就在想说，我到底在伤心什么？我能不能这么说，就是你其实当时很喜欢他，但是以那样子的状况，以如此理智的你也知道说你挽回不了什么。对。那因为这样他比较快乐，对，所以你就选择放手让他离开。是你用一种比较成熟的一个做法。伤心的应该是说跟他在一起还蛮开心的啦，以前对曾经有一段很开心的过往是之类的，但这个东西有时候常没有办法延续很久嘛，就总是会有一段关系，有时候常常会有一个到某一个时间点，它就是无法再延续下去。因为你那个时候后来工作也很忙，你也常不在台湾。对啊，就是各自有各自的状态。对啊，状态。对啊，各自有各自的状态。状态。对啊，然后有各自的追求，有各自的想象，各自的不同生命阶段的挑战跟难关要克服。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伤心其实是某个程度上是不舍。我觉得那个舍不得有一个部分包含了某一个情绪，是想要证明我是有价值的。为什么？我觉得在关系里面，你常常会担心一件事情，就是 I'm not good enough。就我是不是不够好？我是不是没有配不上他？我是不是没有足够吸引人的特质？才有办法跟他在一起。那我是不是加强了某些东西了之后，有一天我还可以再跟他在一起？但其实那个你仔细去想这件事情，就是真正你在意的是你自己到底有没有价值，并不是一定要跟这个人在一起。或者是说他外遇了，或是出轨了，或者是交了别的男女朋友了，然后你就会觉得是不是我不够好？对，很多时候是那种感觉是对于自我价值的怀疑。对啊，但所以为什么我的伤心很短？是因为我回头看一看，就发现我是很有价值的啊。然后我再抬起头来，我就不伤心了。就镜子照一照，我蛮帅的啊。对，就是其实看起来也蛮不错的，也蛮不错的。对，年轻有为的青年，对，看起来各方面看起来左看右看，自己都觉得也没什么太大的缺点了。有为青年。对，自我价值其实是
蛮受到自己肯定的，所以还 OK 啦。按照看拢好，对啊，360度来看嘛，是一个降载，是不是？对，就是还不错嘛，自己都觉得还不错啊， Okay. 所以伤心的时间就会变得很短啊，你就是只有短暂的怀疑，一回头看，其实好像没什么好怀疑，就回过头来啊，这个伤心就没有那么伤心了嘛。我觉得你刚刚讲了一个叫做状态啊，我觉得状态应该会是一个关键。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时期都有不一样的状态。对，我们的人生的过程不是只有爱情，我们会面对生活，我们会面对工作，我们会面对自己的家庭。我们有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诸多好的不好的影响，我们有工作上面各种的压力，我们想要的追求，无论是金钱也好，或者是我在这个工作上面我想要达到的一个多高的一个成就等等之类的，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我们人生其实面对的都不会是只有爱情。那这么多环节加起来，很多时候我们在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不一样的状态。其实一段关系最难的就是一起共同去面对各自的状态，一起携手去共同面对各自不一样的状态。你知道这句话讲起来非常的简单，但是要执行起来是极度的困难。我觉得这件事情才是你可能搞不清楚，说到最后为什么走到这个分岔路的时候，那一些伤心、难过，然后不甘心、不甘愿、埋怨等等之类的，很多情绪会跑出来。为什么你这样对我？你为什么选择其他的人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什么什么什么等等之类的，你一定会有很多的这种，难道我不够好吗？我对你不够好吗？这样会有很多的情绪还有疑问，这很正常。我们从来没有去思考过说，其实你的身边的这个人的状态，他可能早在什么时候就已经开始不对劲了。所以你们就从那个点上就开始往旁边、往两边不一样的方向走了。对，其实这些东西如果思考得很清楚，的确可能很多事情都会放下。我常常听过很多人说，就是放过自己等于是放过别人。那个背后其实那个原因就在这儿。我常常觉得说，我们需要学会解构。我蛮常跟人家讲这句话的。其实就是这个，要去分析我们到底为什么会走到这儿。去埋怨他出轨，或者是外遇，或者是交别的男女朋友，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过程一定有一些，这应该早就都有预兆了。对，我们只是不愿意去看见。大部分时间是没有不想看见或者什么。对，而且不是你不值得，对，跟自己有没有价值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常常看到那个外遇的对象都没有本宫还要来争，开玩笑的。因为我常常看到很多人在说，他老婆这么正，他也能外遇。对，那个所以跟这个后来发现外遇跟正不正好像没什么关系，一点都不是，这根本就不是重点嘛。在他当时的那个状态，另外的那个人就是能够安抚他。而他那个时候最需要就是安抚。他那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安抚。对啊，可能就是那些我觉得我被懂得了。可能你知道，就是我快乐，我开心了。但我还是觉得说，伤心难免的啊。要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我常常觉得伤心也是一种我们来这个人世间需要体验的事情，因为唯有伤心在你的心里留下一些印记，你才真的活着。有时候是这样，但这个都是现在可以这样想，以前是很困难的。哎呀，伤心的时候唱情歌总是比较动人啊。对，此时此刻最赞的一件事情就是去 KTV 高歌一曲之类的就是沉浸在，我觉得有时候沉浸在某个情绪，就是适度的是蛮好的。但我觉得有很多时候是我们就想要待在某个地方，处在一个状态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就是想要耍废，我就是想要废。那时候你叫我去很认真爬起来，谁要理你啊？就是顺着自己的状态走就好了啦。我认为人的状态应该是要起起伏伏的，但你一直在高点跟一直在低点都久了都不是太健康。那要在哪一个点？回到终点。你说中间的中还是终点的终？中间的终。终点的话就你知道入土为安的。但是我回到终点的时候都会飘来飘去。
但没有些人就想要飘来飘去啊，幅度不要太大，都在这个区间带就可以了。你可以大啊，但是就是适度的要拉回来。但你不能上去就不下来了，或者下去就不上来了。我都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自己的选择了。人总是会在当下做对自己最好的判断嘛。那等到有一天你想爬出来的时候，就会开始听我们的 podcast。欢迎欢迎光临。对，我们这种 podcast 是大部分人其实平常不需要用的，不需要，而且每天听受不了，没有人想要每天面对自己，太累了，人生到底何必，对不对？玩太累了啊。应该很少人像我这种啦，没事想要去弄自己的。对啊，我就没事想要弄自己的人啊，弄完之后就可以去弄别人，而且是挺累的哦。但很爽啊，痛爽。每天检讨，痛，这个是很累的。这是我想要体验的啊，因为我终其一生就希望一件事，对，我可以了解我自己透彻，保证你有一个深刻且丰富的人生。我就是想要这样啊，这些都是我抠来的。我有一天想通这件，没有人逼你，没有人逼我。我有一天想通这件事情之后，我整个都开了。我觉得这是个能力耶。什么意思？就是当你知道你现在在低潮的时候，然后你可以很轻松的面对这件事情。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刚开始就是进入到一个低潮的状态的时候，我们会很害怕，对。然后有时候越害怕会越低潮，就越害怕这个低潮的状态的时候，你反而会更懒，更不想要动，更有时候会你知道就四肢瘫软这样。但当有一天你可以很清楚知道它就是你人生这个高低潮周期的一部分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必要的状态的时候，你就会适时的放过你自己，让你自己在洞里面再躲一下子，好好待着，睡饱了再出来，对，之类的。其实我觉得蛮好的啊，虽然这个过程蛮慌的。我觉得2022年大概是我们其实蛮在洞里面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心里面不能说不慌，也是慌啊，对啊。可是就待着吧，不然你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那待着也是没什么问题。蛮多人不晓得怎么去度过这个低潮的，但那个低潮其实不用想办法去度过。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接受你有低潮这件事情，跟他和平共处，我觉得这件事蛮好的。我总觉得我们有时候很急啊，大家都急。这个问题其实是来自于那个心态上面的一个急躁，不知从何而来，它有可能是比较而来，有可能是你自己给予你自己的期许，很有可能是你看别人都已经跑到哪里去了，你就一直很急，就说那我现在不能休息，我要来继续往前跑。但有时候当你接受你现在就是需要好好休息一下，或者好好跟自己对话一下的时候，其实那个我觉得低潮可以比较平顺，而且可能没办法快速，但是是比较平稳的度过了。其实在低潮啊，其实就是整备自己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东西被你翻腾出来之后，我刚刚说了嘛，就是直接天崩地裂，有一天它就会尘埃落定。我蛮常看到一些人啊，他的低潮啊，那个是真的是低啊，感情、工作影响了生活。因为两个都失去了，感情跟工作就一下子就失去了，然后就影响到他整个的生活，那他就处在非常非常低潮的状态。那可以理解那一份低潮，完全可以理解那一份低潮，也可以理解说他在那么低谷的那个状态真的不好受。那个其实就是准备自己最好的时刻，准备自己迎接下一个高潮，因为你不可能永远都待在那个低潮里面啊。是啊，还是有的人会觉得我就永远都会待在这个低潮里面啊。有一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恐惧吧，恐惧自己永远都待在这个低潮里面，对，所以会越急着想要爬出来，对，但其实力有未逮，因为力气早就已经放尽了。但我其实觉得人生如潮汐这件事情很正常，高高低低的，没有人永远高潮，也不会有人永远都低潮。我觉得我们讲这些话实在是太没有根据了，有的人一定不信。为什么要信呢？你倒也是，不信就算了。现在是想要信耶稣得永生的？没有，我都觉得远离喝酒图书馆得永生。对，为什么要信？那听我们讲话当做一种娱乐就好了。但我跟你讲了，真的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永远就会待在这个低潮。你怎么知道？妈的，每个人都是高高低低的。你说啊，那些那个怎么样什么样哪里的人，
他们永远都待在那个低潮里面，你们是没看到吗？我觉得那个有点像是意志被击溃了。对，意志真的是有时候我是觉得人的意志力有时候是蛮薄弱的，但只要你的意志没有被击溃，其实所有外在的打击都是可以想办法熬回来的。所以你会听到那些在低潮的人，然后有的人跟他讲说，你要想办法从这个低潮里面走出去啊，这样啊，然后这句话就变成一句干话。对，想什么办法？我知道为什么要想办法。有什么办法可以想？因为，你如果不想办法，没有人会帮你想办法。我跟你说，什么叫想办法，你知道吗？什么叫想办法？那个内容物是你要开始学会解构啊，开始检讨你为什么在这个点跌倒啊。他出了什么问题？到底是我的问题，是其他的问题？他就开始学会去解构，要把问题点找出来。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理性一点的。一直用情绪在看很多事是看不清楚的。是低潮有情绪，把情绪发泄掉。要干嘛都可以，就是你知道喝个烂醉啊，什么随便啊，什么方法都行，打篮球，对啊，运动什么的。其实情绪才是最不必要的，情绪其实是会影响你看待很多事情的一个精准度。是，对啊，那你先把那些情绪都发泄掉，所以我才说炸裂开来之后，它就会尘埃落定啊，是这个意思。重新强调一次。先把自己的情绪炸开没关系，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哦，情绪不要处理，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等等之类，不要去面对那些情绪，或者是那个情绪就会觉得它是垃圾或者什么，不可以把它当成是垃圾，它就是一定会存在的东西。然后你要想办法把它炸开，炸开来之后，你就会开始去思考很多事情了。假设你没有学会去调节你自己的情绪，很多理智是跑不回来的啦。你会被情绪影响了你的思绪，情绪影响了思绪，那你永远都不会清楚。所以其实要先理清楚自己的情绪，再强调一次，天崩地裂之后就能够尘埃落定。把自己炸开。我的做法都是这样啊。所以我都常常觉得说，我现在就是有状态，我现在情绪就是不好。谁跟我说叫我把情绪压下来，那个人就死定了。为什么？因为老娘就是要炸开。我的个性没炸开就是好不了。炸开也有好处了，我觉得炸开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但有时候也会伤及无辜了，身边人会比较辛苦了。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因为我身边只有你。那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没有，考虑不了那么多。人生貂皮乌拉草。OK 啦，没事的啦。可是我炸开之后，我都好好的啊。只能说，人生就是一场修炼，是你的功课啊。这是我这辈子的课题。对，真的是上辈子白嫖你了。不是我吗？我觉得理解自己有想要爆炸的需求，也是蛮好的。到最后说出来还是要理解自己啦，因为每个人真的情绪就周期。对啊，我觉得我说真的，我们在录100集讲到最后，对啦，结论都是你知道万变不离其宗。对，其实都没有什么新意，真的超无新意的。我们只是在不同的地方拆解不同的问题，然后到最后都回到理解自己。然后就会有人问说，那到底要怎么理解自己？刚讲的都没有在听。老师在上课都没有在听。我觉得这个是最难的，是因为理解自己，他们很难是一个给你一个答案，然后你照着做，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然后做完就结束了。理解自己啊，真的是一辈子的课题，好难，这个很难。那你能够说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不知道，我还在理解。我说真的，我一直在透过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去理解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对，所以我会很喜欢过一阵子就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对，我是靠着做事情跟人相处，就是跟外在的接触去慢慢去理解我自己。我对我自己了解，并不是我坐在这边然后我去思考我是谁，我很少做这个事情。我都是靠着不停的跟外界相处，或者是跟做不一样的事情在了解。所以说我真的很理解我自己嘛？还行，但可能没有到非常透彻的理解。你记得我40岁的时候，我那时候许了个愿望，生日的时候，就过了40岁，我希望我自己活得更自在。是。那我后来一直在想说，什么叫做自在？而且你为什么想要过得更自在？对，我为什么在40岁的时候说我想要过着？就我很好奇这件事情。而且为什么是40？就很奇妙啊。那你前面过得不自在吗？前面过得很精彩，但可能没有很自在。OK， 那为什么呢？
什么是自在呢？你为什么过得不自在呢？我觉得自在应该就是更 focus 在自己身上一点。我觉得40岁以前，我比较多时间在满足各界的期望跟需求。虽然说满足各界的期望跟需求，但它本质上还是在满足我自己的需求。但只是借由先去满足他人的需求来满足我自己，会得到某一种肯定。那我想要40岁之后，我比较会希望是我可以先满足我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跟我自己的需求，让我自己由内到外都是比较平衡的状态，感觉内心是比较平静的。我比较会去追求这件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40岁以后，但我总觉得我有40岁以后，我有一种内心平静的需求。我有感觉到近期的内心还蛮平静的，相对啦，跟过往比起来，那我自己还蛮喜欢的。所以自在到底是什么？很难解释，但是很有可能就是你感受到你自己是谁，然后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比较没有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然后最终你会跟这个环境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所以自在到底是自己的存在还是自由的存在？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或者是我自由的存在者？我觉得可能是自由的存在可能像你今天一讲，我真的有那种感觉。那自由不是说没有框架、没有边界、没有什么东西，但是你感觉在所有的框架跟边界当中，你可以很自在的游走。对，就你不会很急着要去打破某一些东西，也不会急着要去反抗某一些东西，但是你可以很自在的在这个里面走来走去，还有试着再让自己更轻盈一些的流动。就不是你会感觉到你的肉身并不是非常的沉重的，你是很自由的，或许说你说自由的灵魂吧 ，whatever。我其实觉得最不自在的应该是我们行测那几年吧，就很像每天穿了一个很紧的紧身衣走出去，看到任何人都觉得，就是这不是我。对啊，真的就不自在。我觉得自在很有可能就是真的。你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你刚刚我们从由内而外是在讲说我们心里的状态，但我说由外而内就是你找到你在这个世界上的定位，就你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找到你一个容身的地方，安身立命之处，对，就是找到你的小小的定位。对虽然它也没有真的那颗心也还没开始发光发热，但是就你找到一个位置，对。一个定在一个地方，对啊，就好像我们两个人都很难去那种什么 party， 对，因为人很多，对，就是在那个场合里面，你找不到自己的定位。比如说我去我女儿的这个国小运动会的时候，哇，浑身不自在，走进去就会觉得整个人都就找不到定位了。我们每天都躲在这里，对着这个麦克风，就是真的，就是一个安身立命之处。他是我们的好朋友。这个麦克风实在是不能倒啊！笑死。其实严格来说，我们今天聊的啊，应该是从失去情感进入低潮这件事情去聊如何度过低潮吧。失去情感之后的那些伤痕或者什么的，它是包含在你人生的低潮当中吗？是其中的一环啊，其中一环。对。你人生当中最低潮的时候是几岁啊？我觉得真正的低潮，应该就是前2年吧。真正的低潮，其他都假的不是，其他都没有那么巨大。就 Chris 走后，你也没有那么低潮吗？那也很大，但是那个我觉得跟这种不太一样。怎么个不一样法？前女友过世，我觉得那个低潮是比较多不舍。对，但是我觉得那不是我真正的低潮。为什么就不是真正的低潮？何谓真正的低潮？真正的低潮对我来讲是会有一个东西一直压在你的身上的感觉，而且那个东西可能是你最害怕、最恐惧的事情。我觉得那个东西如果压的时间久了，其实你会喘不过气来。我觉得那个是比较算是对我来说是真正的低潮。但你如果说前女友过世，我觉得那是伤心跟不舍。但并没有到让我整个人觉得很低潮这样。所以你真正的低潮是这2年？对啊，过去这2年。对啊，就是工作上面吧，连带生活上的压力。对啊，就是那整个就是压得喘不过气，巨大的压力，每个月在那边跑3年半。那很恐怖，那真的是，那千万不要轻易尝试这种事，那真的超可怕的。那我就不用问你怎么度过啊。
不需要，因为我跟你一起度过而且我们还在度过的这个过程当中。可是蛮妙的啊，其实就是我其实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因为我觉得我的低潮期比你早2年。我最记得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次你带小孩出去露营，然后我那一阵子就是一直处在非常低潮的状态。你知道我的那个低潮的状态啊，对我来说不是生活的压力，我觉得生活的压力会是连带的。那个真正的低潮，是我所相信的所有的价值，通通被击溃。完完全全被击溃。因为我是 create 的那个人。这些东西都是我相信的价值。而我相信的东西，我相信的价值，一个不留的被击溃，被无情的市场击溃。对，完整的被击溃。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真的非常巨大的低潮。你知道那种各种的不相信自己，然后你知道很多东西我都没有办法面对，对，各种怀疑啊之类的。哇，我觉得那个让我真的崩溃，内心实在是直接溃掉了。会有很强烈的无力感，非常强烈的无力感。你知道，因为有了小孩以后，你很难真的让你自己一直处在这么低的状态，因为你还要面对小孩。对。然后你不可以每天都愁眉苦脸的，因为你一定要陪着他们。有时候你不能让他们感受到说哦你很低潮，这样起码你见到他你要笑。对啊，要跟他拉塞，要跟他拉塞。对啊，我记得那一天就是你带小孩出去，露营，跟朋友出去露营，然后我就要顾店嘛。后来下班之后，我就跟那个朋友出去喝酒。我那一天啊，我真的就是豁出去我真的就是那种要把我自己给炸裂。我喝超级醉，然后隔天你们就回来了，因为我实在太有满满的罪恶感了，因为那个真的就是把我自己就在那天晚上就炸裂，就是然后那个罪恶感是很难形容，不知道从哪里来，就是有很多的责备，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很多自责？对，你怎么可以逃走？你怎么可以什么什么？就是那种哇，我怎么那么逊？怎么可以软弱？怎么可以软弱？怎么可以这样？哇，你知道各种脑补。你们隔天回来之后，我们不是去喝咖啡，然后我就跟你讲说，我说我想要出去走走。我最记得我们去看那个龟山岛啊，然后我们要上去那个山上的那一条路，就是很难走，而且泥泞，然后路又小条，这样什么的。我们上去的时候，车子要先停在某一个地方，然后才能要用走的上去，因为车子开不上去了。然后再走上去的那段路，又觉得什么鬼地方，怎么这么远？然后就走上去的路又难走。当我站在那个山顶上望下去的时候，我真的突然有一个感触：你要见到这么美的风景，你就是必须要经历过这么多的风雨。你才能够见到这么美的风景。那一瞬间呢，我觉得我有回来，我才能够好好的去度过那个低潮。人生总是会经历过风雨的啊，是肯定。但经历过风雨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啊，你会期盼前面是有风景的。你要相信前面有风景，相信。你必须要相信，你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信念，你才能够继续往前走，不然很快就被这个雨淹死了。你就会被这个风雨吹倒了。其实那个风雨也没多大嘛，又不是同。但是现在回头看，好像感觉真的也没多大。对，但当下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人就很容易被某一个情绪就哇，忽然就压垮了，真的压垮了。对啊，就当时那种各种相信的价值。完全毫无保留的被击溃，被打得七荤八素，真的。我们现在也还在风雨中啊。是啦，但是可能风雨少一点，可能风雨也没有特别小，但是可能已经习惯了，就是习惯了噻。对，淋雨淋久了，惯习。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感觉。哎，妈的，这是可以，这听起来怎么那么 M 吗？不是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承受度是会越来越会麻痹的嘛，你会越来越，也不是说麻痹，是可以练习的，我是觉得。确实啦，确实啦。然后接下来就会挖一个更大的洞给自己跳，这是肯定的。人就是这么的贱，骨头很贱来着。对，现在挖个小洞跳下去，哇，生不如死，哇！爬出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再去挖另外一个更大的洞。我跟你说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吗？是，你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某种程度上，在底层，我们都相信自己，所以我们就会越挖越大洞。千万不要太相信自己啊！这是你给他戏的一种做法。但我真的觉得人呢，这辈子啊，经历很多痛苦啊，有时候不能说全部都是自找的，但我觉得有很多东西真的都是他妈的自己去抠来的。好，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In the end，这一辈子活到现在啊，我们今年2024，我们现在要进入下一个新的年度了。对，我只问你一个问题：回首过往，爽不爽？有没有一种爽快感？还不错。应该说，我们想要体验的或许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惊涛骇浪，而是帆可以撑起来的那一天，一直都撑不起来，撑半天，帆都张不开，卡住，船都不会动，对不对？笑死！你有确定你是想要坐在帆船上吗？哇塞！还是你只是想要冲浪，然后踏在浪板上？不知道。笑死！帆都打不开。那你现在帆打开了吗？还没，因为它破了。还有部分有些洞。打开帆之后，发现我们像那个竞选广告布条一样，上面都是有洞的那一种。竞选广告布条上面都有洞吗？对啊，为什么？大型看板上面都要挖洞，不然那个风一吹就倒了。啊，这个比喻不错。对啊，人生就是要破几个洞才不会倒，有没有？哎呦，是不是？这样也行，这样也行啊，对不对？可以啊，难怪我们外面那个旗都要挖2个洞，看起来丑死了。对，没办法，对，才不会被吹破嘛。对，所以人生没有挖几个洞，怎么可以屹立不摇呢？好，所以就这么说定了，继续挖。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了，拜拜，拜拜。